人类全部穿越到了一条条100吨巨鱼的胃中，外面是只有海洋没有陆地的世界，巨鱼会吞入危险的海洋生物，人类只有不断发育才能顺利生存下去。此刻400-500人浩浩荡荡的游向了我们的前渊利维坦，最前面的5人全都穿着大型生物制作的铠甲，领头的那个一身黑色晶体铠甲则更为明显，和我的黑金铠甲有些类似。他在距离冷亮不到10米的时候，没有丝毫废话的开口问道：“我叫陆庄，合作如何？”冷亮也很简单明了的点了点头。这时我看了下后面跟过来的几百名普通求生者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他们脸上都带着恐惧的神色，身体也处于一种十分紧张的状态，并且会时不时的往透明隔膜外漆黑的海水中看，就像是有什么恐怖的东西在追杀他们一样。随后2只前渊利维坦开始融合，这次的动静极大，伞状体剧烈颤动了起来，然后急速扩大到了1000米，并且本来的10道能量光环瞬间变成了5道。随后我疑惑的打开生物图鉴，发现上面终于不再全是问号了，而是出现了具体的信息：前渊利维坦，阶段幼年，体长1万米，体重1000万吨，食物类型肉食。介绍：一种生活在深渊之海的海渊极利维坦，可将生物能转换为离子能量释放，可携带求生者前往深渊之海。随后前渊利维坦刚完成融合的瞬间，他就突然连续使用了2道能量光环，从边缘释放而出，在外面形成了一个直径2000米的能量光罩。下一秒，轰的一道巨响从上方传来，那声音震耳欲聋，很多普通求生者都被震得头脑发昏。我抬头一看，瞳孔就立马猛地收缩了起来，只见一张直径2000米的巨嘴，连带着一根根好似山峰般的牙齿，狠狠地咬在了能量光罩上。仅仅是这一击，光罩上就出现了裂痕，仿佛随时有破碎的风险。这时前渊利维坦也察觉到了危机，立马又使用了1道能量光环，为即将破碎的能量光罩提供了能量，修复了一些裂纹。而这生物实在太过巨大，所以就算有能量光罩的照明，我也依旧只能看到一张长满尖牙的巨嘴。不过不难推测，这只巨型生物的体长应该有1万米。而张栋梁此刻脸上的表情也是直接被恐惧取代，然后当即对陆庄大声质问道：“这只生物是不是你们引来的？”陆庄直接无视了他的话，看着冷亮说道：“呵呵，现在在纠结这些又有什么用？想办法为前渊利维坦提供能量才是首要的吧。”冷亮听后回头看了看我，现在能让前渊利维坦快速凝聚能量光环的方法，就是继续分解荆棘利维坦的尸体，但那尸体是属于我的，他不好做决定。而我也明白了他的意思，于是直接将荆棘利维坦再次放置出来。时间紧急，前渊利维坦就剩2道能量光环了，我们尽快分解吧。陆庄看着突然出现在面前的荆棘利维坦尸体，语气惊讶又疑惑地问道：“这是利维坦，为什么可以直接收起来？”冷亮淡淡的回道：“别废话了，你们的人也一起过来分解。”随即他便拿着牙钢长刀靠近了荆棘利维坦，可就在冷亮刚准备动手分解时，荆棘利维坦的尸体突然化为蓝光缩小了，再次形成了一颗玻璃圆球，出现在了陆庄的手中。他好奇地看了看里面，嘴上饶有兴趣地说道：“原来是这样收起来的，世界系统想的还是很周到的嘛。”冷亮顿时神色一沉：“你想干什么？”哈哈，不好意思，我就是有些好奇。陆庄虽然嘴里说着不好意思，但语气却没有丝毫的歉意。不过他还是捏碎了玻璃圆球，将里面的荆棘利维坦放置了出来，随后对他身后的那些普通求生者们说道：“你们都过来搬运肉块。”那几百名普通求生者一听到他的话，脸上立马露出了恐惧与紧张，不知道是害怕光照之外的巨型生物，还是在害怕陆庄。我见状也是嗅到了一丝不对，随即便抬头看了看，就发现那些紧靠在透明隔膜上瑟瑟发抖的巨鱼们，数量加起来才只有200多只，而陆庄带来的求生者可有400-500人。这也就说明陆庄这一行人之前一直都在杀害着自己人的巨鱼，来为前渊利维坦提供能量。